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不怕事多，只怕多事。不怕事多是指事情再多再繁重或者要处理的棘手问题一大堆我们都能认真面对，一点都不用怕，不畏惧这个叫做不怕事多啦。那只怕多事呢，是指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有人故意挑衅、惹事或制造不必要的矛盾跟麻烦因为这些多事会干扰我们的正常生活跟工作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心情跟情绪这个叫做只怕事多了。而事情的时间而多事的时间一拉长就变成多事之秋了例如我们讲哎呀，他现在家庭生活都出了问题了，真是多事之秋或者我们讲现在社会形态跟局势瞬息万变在这个多事之秋我们行事更要小心或者我们讲说现在乌俄战争打不停中东战局纷乱造成全球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尤其川普总统就任后对各国的出口货物祭出高关税全球都受到影响这个也算是多事之秋那国家有国家的多事之秋，个人有个人的多事之秋。其实要处理事情跟解决问题是不可怕的，只要我们遇事能够冷静沉着不要感情用事，一步一步来最终问题跟事情都会逐一化解了即使真的是无解了最后也都能够在堪忍中自然而然的船到桥头自然直因为一切都会过去的其实人生没有什么事情重要到必须让我们把它藏至心中了。诸法皆空，不是吗？所以不管什么事情，最后时间都会冲淡一切甚至人有健忘症100年之后也没有人会记得我们是谁的啦真正会让人头痛的是什么？人为制造的无谓纷争跟是是非非啦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剪不断理还乱此起彼落没完没了了。这个就是多事。那多事之秋呢，不只跟外境或别人有关跟我们自己内在的信念更是息息相关因为一个巴掌打不响对不对事情必须有里应外合，跟因缘和合才会成事这个提醒我们一个道理事情要懂得区分主要、次要跟轻重缓急。区分之后呢，就把心念专注在主要跟重要的事情上面，那其他次要跟轻缓的事情呢，就暂时搁在一边这样才会专心一致心无旁骛也才不会被那些无关之事或多事之人来影响我们造成多事。事多那只是身体跟体力上的承担而已多事呢，那就已经提升到心理跟精神上的负担了，那这个就辛苦了。事多是客观描述一个人事情很多，例如我们讲他最近工作很忙事情多啦，没时间休息，或者说他家孩子多，难免家事多这些都是属于客观的描述啦。事多虽然也会造成身体疲累然而休息过后呢，犹原是一尾活龙那多事就不一样咯，多事要探讨的层面就比较宽广一点例如我们讲别人哎呀你别多事啦，这种问题人家会自己处理或者说你别多事啦，爱管闲事啦，因为清官难断家务事或者是说现在公司面临多事之秋大家做事更要小心简单讲了，如果只是客观的描述事情很多，那这是事多。如果只是爱管闲事或介入自己
本分上不应该介入的事情，这个叫做多事，多管闲事。一般说来呢，事多的情况下比较容易造成多事哦，因为事多的情况下呢，如果管控不好啊，很容易让人手忙脚乱而分心难以专注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从而增加出错或处理不当的可能性。那这种状态下呢，也很容易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成复杂啦，甚至造成烦恼啦。这个就是佛法上所说的，因为做事而落入事相的啦，也就是因为专注于做事而忽略了做人以至于呢事情做好啦，但是人也得罪光了啦。那这种现象呢，在志工的团体里面呢，也是很明显。一般来讲承担工作跟责任越多的志工呢，也会碰到越多的问题跟考验。然而，这只是成长过程跟资粮虽然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承担就没事啦但也因为不敢接受考验，而让心智越来越脆弱了啦。一旦碰到逆境呢，就会不堪一击啦。事多就一定会多事吗？那也不一定也不是绝对的啦。如果我们有条不紊的安排事情，按照轻重缓急跟先后顺序呢来处理事情，即使事情再多，也不会造成多事这个就是我们读书会经常讲的事烦心闲，忙而不乱所以事在人为，每个人面对事情的处理思维跟智慧是不一样的这个呢，尤其需要有实战经验呢做后盾然而以修行团体来讲呢，事多跟多事的阐述道理就会更深一层例如我们会说，哎呀，这位志工最近事情多因为忙着安排许多活动或者说，哎呀，做志工或走入修行，虽然事多，但不要忘了要借事练心，才会事烦心闲，心地清净那修行团体讲的多事大部分指的都是人事问题人我是非啦，或很多杂音的意思啦，是含有贬义的意思，指的是一个人呢插手不该他管的事情或一直在专注别人的言行，而不是专注在自己的修行上面这个是暗指什么？心不清净或者我执很重的表现比如对别人批评过多，或过度干涉团体的事务这个也叫做多事例如我们讲，哎呀，修行贵在内观自省那个不要多事去议论别人或者讲说，哎呀，这个人总是对别人指手画脚，很多事，这个会影响道场的道气这些都是指多事。修行者即使如来家业事业很繁忙，也应该保持心平气和专注当下，不要因为事多而焦虑，因为人群中做人间事做人间事那只是修行的过程而已广结善缘，结好人缘，这才是我们度人群修行的目标如果把过程当目标，本末倒置，那就很容易落入事相，执着我相那这个跟修行的目标是背道而驰我们要十分警惕很可能努力做事，却忘记要做人的啦修行者应该专注在自我反省跟内在成长，而不是过分关注别人的是是非非，或插手跟自己无关的事情或跟外在与自己修行无关的琐事这样才能减少心中的杂念然而主动去关怀别人协助别人让别人离苦得乐这个虽然也是跟自己无关但是这个不能讲多事这叫做有心人群中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热心过头我们心里都会想，他管这些事情干什么啦？这个管是指说你去插手或干涉
跟你无关的事情了。但是如果是介入关怀哦，那就另当别论哦。这个时候就不能讲管哦，管是指爱管别人闲事嘛，跟关怀别人的意义是大不相同的哦。然而我们要警惕的一点是什么？换成我们是当局者迷的时候呢，很可能我们也会对事情呢指手画脚、指指点点哦，甚至在事实真相还没有查清楚之前呢，就发表自己的看法啊，因插手过度而与人反感呢，这个就是多事。总而言之啊，在人群中做事情呢，有时候事多是免不了的。然而，它只是客观的描述事物繁重而已啦。多事则可能暗示我们在做人处事上或修行的态度上需要做出适当的调整了，否则真的会因为事多而造成多事哦。相反的，我们如果把事情的轻重缓急分清楚，把事情做条理的安排，同时也能够对事不对人啊。这样呢，事情虽然很多了，也不会变成多事啊。也就是随时提醒自己啊，事多而心轻，不多事而心静啊，这样才能让外在的事物跟内在的修行达到平衡啊。这个就是我们佛家所说的心行平齐啊，心行平等的意境啊。其实是非之地必有是非之人呐，那是非之人必有是非之事。混乱或复杂的地方就是是非之地啊。那是非之地往往会吸引滋生是非之人呐，也就是惹是生非、心怀不轨的人呐。而这些人会引发各种纠纷啊、争端啊、麻烦的事情。其实呢，这也是一种因果循环的现象啊。我们只要用心去观察生活周遭的人性呢，就可以看到一种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爱说是非的人，他身边就会有一些爱听是非的人凑在一起。同理呀，爱听是非的人呢，就会碰到爱讲是非的人呢，常常讲是非呢给他听。爱听是非、爱说是非、爱传是非的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师父的智慧法语记不起，凡夫的胡言乱语忘不了啊。也就是该记的记不起，该忘的忘不了，这个现象叫做颠倒啊，这个就麻烦了啦。那我们也会发现一个现象哦，有些人呢不讲是非，他很辛苦，所以他逢人就是东家长西家短的，而他的旁边也会出现一些耳根不清净、很爱听是非的人呢，凑在一起啊，追根究底的就修赢了，太闲了啦。所以近思语才说嘛，盲人无是非，闲人无乐趣啊。那我们常讲闲人是非多，不是吗？这个有两种意思哦。闲人是非多，意思是一个人呢，一个闲着的人呢，本身是是非多。那另外一个意思是闲着的人呢，惹的是非多所以才说盲人无是非了。也说一忙除数害，忙得没时间说是非、听是非、传是非，忙得没时间批评别人，忙得没时间看别人的缺点，忙到身体很累的时候呢，更是好睡啊，也比较不会失眠呐，甚至忙到没有时间生病，忙到没有时间烦恼等等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验的哦。不过有一点还是要注意哦。如果是忙到失去方向、失去目标、失去重点了，甚至忙得没有意义、忙得不充实，只是空忙一场啊，这样很可能会造成事多而多事，这个自己就要注意了啦。因此忙也要看怎么个忙法哦。做生意忙着亏本，而人生忙着跑错方向，甚至忙着失去健康这个就很要命了。不过严格说来了忙碌还不可怕，但盲目却很可能让人呢迷航而失去方向会让人走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回首当年空忙一场对，
因此，身边有没有贵人或善知识很重要。所以要看一个人的属性很容易，只要看他身边是交了哪些朋友就知道了。因为物以类聚啊，所以也才说啊，你是谁不重要，重要是你跟谁在一起啊。你跟蜜蜂在一起，你会找到花朵跟蜂蜜啊；你跟善知识在一起，你会找到心灵的桃花源啊。你跟名师在一起啊，不是出名的名哦，是光明的明哦。你跟名师在一起呢，那找到的更是什么？法水源头啊，智慧的源泉呐。相反的，你跟苍蝇在一起啊，那麻烦大了，最后找到的就是污秽的东西嘛。这个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嘛。这个是在提醒我们呢，良好的环境跟良师益友能让我们成长，而负面的环境跟消极的人呢，可能会拖累我们哦，甚至影响我们的价值观跟人生方向哦。其实环境的特质往往决定人跟事的特性。复杂的人际圈或者职场中啊，很容易发生纷争，而社会上动荡不定的地方，矛盾跟争议也相对的比较多哦。所以想要事多而不多事，有一个条件很简单，就是要过简单跟简朴的生活了。要这样，那交友的圈子就不能太复杂，也要尽量避开复杂的环境，避开惹是生非的人，才不会让自己才能够让自己避免卷入麻烦跟烦恼之中啊。孔子有一句话充满了人生哲理啊，这句话就是行动纲领啊，很值得我们参考了。乱邦不入，为邦不居啊。他的意思是说，不要进入政治混乱、秩序崩坏的国家，也不要长期住在危险动荡的地方，尤其要避开人事纷扰跟人心纷乱的环境。所以说，修行就是要入人群，去净化人心嘛，度化人间嘛。然而，自己还是要有一个心灵归一处啊，来安住自己的道心啊，才不会境乱心也乱啊。不能只是进可攻而已哦，还要能退可守啊，否则就会本欲度众生，反被众生度嘛，不是吗？所以有人说，十字街头好修行啊，在充满各种境界的人群中啊，都是修行的最佳场所。以前我们讲无处不到场，也是这样的意思哦。那这样跟上面讲的要避开危险动荡或人事纷扰的环境，那不是互相矛盾的吗？对不对？没有矛盾啊。虽然讲无处不到场啊，但还是要有自己固定修炼的道场，也就是心灵归一处啊。举个例子，大家最清楚了，就好像飞机飞得再远啊，最后还是要能够有让它落地的机场啊。也好像航空母舰，即使续航力再强啊，也是要有让它停泊的港口啊，这样才会有加油跟补给的后盾嘛。人也是一样啊，人群中到处充满着习气深重的凡夫，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啦。所以我们无法要求别人没有习气，唯有巩固自己的道心，道心坚固了，才会在是非中不落入是非，在烦恼中不落入烦恼了。这个就是定的功夫了。那功夫还不到家的，最好还是明哲保身呐，对，把自己保护好要紧呐，或警惕自己，边做边学习呀。每一个宗教团体都有自己的道场嘛，那佛陀时代也是一样啊，白天要出去托钵，晚上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精舍，干什么？精进共修，调心呐。常常在进舍进出自我修炼自然就会潜移默化熏习到良好的气质跟仪态。那在外面红尘滚滚就比较容易被社会不良风气所感染或影响，而造成同流合污啊。同流的结果就是合污啦。那要同流而不合污呢，
或者要出泥而不染呢？这个还是要有坚强的道心才有办法哦。所以为什么做志工要培训啊？这个培就是什么？培养正确的观念呢？那这个训呢？训练坚强的道心呢？叫做培训呢。啊，那要培养正确的观念跟训练坚强的道心，这个也是要自己懂得良禽择木而栖呀，对，也是要慎选正知正见的道场啊。其实修行人啊，或者学佛的人，也不必为了要证明自己一心不乱，而刻意去那个不适合的地方，或是环境复杂跟不亲近的地方。这个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耶，而是有没有必要的智慧取舍啊？干嘛自己没事跑去惹尘埃呢？是吗？讲到这里，有人会问哦，那经书里面有记载啊，维摩诘居士他为什么可以常常出入酒店跟声色场所呢？那我们要了解啊，维摩诘居士能自在出入酒店跟红场啊，却不染一点恶习啊，因为他不是到那边去花天酒地吃喝玩乐，他是到那个地方去度众生啊，任务不一样啊，动机不一样啊，所以维摩诘居士的游是一种智慧的游啊，是一种菩萨的游啊，是一种慈悲度众的游啊，是游而不游的游戏三昧，定力非常好的，甚至呢蕴藏的游戏神通啊，这是一种很高的定的境界啊！我们凡夫做不来啦啊，因为维摩诘是佛菩萨成愿再来的啊，我们还是一介凡夫啊，境界是天差地啊！最好不要以身试法，去那些场所当炮灰，看这嘛西摩搞，对不对？所以孔子这句说“乱邦不入，为邦不居”，是体现了孔子对人生选择的那种谨慎态度。孟母三迁也是一样，不是吗？对这个生活安全秩序的重视。孔子认为，身处乱象丛生的危险的地方呢，不仅对人身安全没有保障，还可能随时卷入是非之中，而影响自己的修身养性啊。所以尽量避免或避开混乱跟危险的地方。这个道理就叫做什么？避乱求安呐。其實這樣子的思想，就是對自己慧命的負責哦，保護自己的慧命啊，也是一種智慧的生命策略啊。這個很值得我們學習啊。在修行團體裡面呢，大家都是心存要改善自己而來，絕對沒有人來故意搗蛋的。之所以會有人事問題跟人我是非，那是因為每個人都還有習氣啊，都算是還帶着習氣的好人吶，也都是沒有能力不顯露習氣的人吶的好人吶。所以嚴格說來呢，會造成事多而多事，追根究底還是屬於難移的本性，而造成能力不足啦，不是故意的啦，做不到。那我們要善解對方，不是故意要這樣子的哦，因為每一個人在團體裡面都希望獲得別人的尊重跟重視嘛，沒有人要這樣讓別人看不順眼啊，或者常常出問題讓被人家排斥啊，然而還是免不了會有種種的凡夫習氣跟本性顯露出來啊，這個是每個人自己的能力不足所致，我們也不想這樣子啊。那一般人對那些愛說是非的人會很感冒啊，甚至對這樣的人很討厭。然而靜思語告訴我們啊，這句話我們講了好幾次了，看別人不順眼是自己的修養有問題。那既然跟自己的修養有關呢，要如何提升自己的修養呢？培養善解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定海神針吶，會從善解得自在，不是嗎？懂得善解才有可能解脱。要善解他是一個沒有能力不說是非的人，善解他是一個沒有能力不顯露習氣的人，善解他是一個沒有能力不批評別人的人，善解他是一個正在努力改善自己的人。同時也要能體認每一個人包括我們自己
都是正在学佛而不是成佛的人。如果能够这样子的同理跟体认呢，我们就能善解，都是一群凡夫啦，谁人无错啊？所以不要以50步笑100步，大家都是半斤八两啊，唔通孤丘比无畏啊。那既然自己也是很难避免犯错，那凭什么我们去批评或指责别人的错呢？也因此嘛，净思语才提醒我们嘛，要批评别人之前，要先想想自己是否完美无缺啊！这是当头棒喝的警示箴言啊！做得到，我们不但会让性灵提升啊，而且别人也会欢喜跟我们亲近，这样我们就是在广结善缘了。那正言上人也说啊，一直看到别人的缺点，或一直认为别人没道理，这样的人做事情会不圆满。所以一直在看别人缺点的人，也需要别人来发现他的缺点。一直指责别人不合理，这样的人也需要别人来发现他哪些地方也是不合理。那这样的话，容易互结疮疤而针锋相对，不是吗？那这个道理通透了，我们就不会在意，也不会去想说看别人的缺点跟过错嘛，或执着于别人有没有道理。即使看到了别人的缺点，或看到别人不讲道理，我们也不会把它放在心上而耿耿于怀。这样子的功夫叫做念起不随，生而无助啦，也就是《金刚经》里所讲的啦，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道理。这样的人即使承担事情再多，依然是云淡风轻呐，举重若轻呐，不会多事啊。这样的境界，我们不能只是说向往而已哦，因为只要我们有心想学，谁都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啊。所以正言上人开始说，看到别人的缺点，要心存感恩，而不是烦恼心。所以为什么要感恩呢？因为对方可以当作我们的一面镜子啊，叫做照妖镜啊，让我们反观自照，自我警惕。警惕什么？为什么他这么精进承担志工的工作，但却是一直是非跟烦恼缠身呢？原来他虽然很会加重承担，但却不懂得减轻负担他不懂得做事可以高调但做人就要低调的道理呀。因此承担的事情很多，令人赞叹。然而这些事多却都变成了多事，这个就很可惜了。好，现在我们把它归纳起来拟出避免因事多而造成多事的几个具体的方法，有5个。第一个，区分轻重缓急啦，这样时间才会有效分配，而用得很有效率，也才不会被琐事跟杂事呢消耗我们宝贵的时间呢。好，第二，合理分配资源把适合别人完成的工作呢分配出去，把精力放在自己擅长跟比较关键的事情上面，这样才能够减轻自己的负担。第三，提高决策力，面对小事或小问题要迅速判断，取舍要清楚，没有拖泥带水，不拖延问题，否则会小事变大事，小问题变大问题。好，第四，保持专注冷静，事情一件一件去完成，以减少分心跟错误也就是要专注一事避免多方从事还要预留缓冲的时间，来避免临时多事第五，随时反思跟优化，意思是说随时检讨哪些事情可以多投入时间，哪些可以省略或者把它优化对不必要做的事情勇敢拒绝，以避免因事多而失控，造成多事好，以上这5个方法也是要花时间多学习才不会忙中有错，或小事变大事，没事变有事道德经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子说，为无为，事无事，谓无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一切事情的作为啊，要顺其自然，不要强行去干涉，要顺势而为啊。事情多跟少不重要，重要关键是能否以平常心去处理得当啊。更何况事情的多或少，大或小也没有标准哦。以前我们读书有分享过嘛，有心要做事，事情做不完的；无心要做事，一件也做不完的。有心要做事，大事也不难了；那无心要做事呢，小事也都难了。有心要做事，事多也不难了；无心要做事，事少也都难了。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事多跟多事也是取决于一念之间的。事多也不难，多事也不烦，成也真念心，败也真念心。所以我们大家都要互相勉励，爱多用心嘛。好，我们今晚读书会不怕事多，只怕多事，就分享到这里。感恩大家的聆听，祝福大家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